所以这个政策上其实是爽到整理都不整理的懒惰房东。我们不会说他烂房东，我们说他懒惰房东。这倒是不影响我们这种好好去花钱去整理的房东。等到那个懒惰的房东他们都涨了，我们自然可以开得更高。全部这个局面里面，只有一种人受到伤害就是租到懒惰房东的租客，对不对？租到漂亮房子的租客，他没有差，他也觉得实价登录它是比较贵，比较贵就比较贵，但是他东西比较好。那个懒惰房东的鸟房子，那个租客他就被逼着要吞下更高的租金，就这样。所以租金实价登录将导致长期的租金上涨但不会影响花钱整理的房东，就我们这种受害者还是那个被逼着花很贵的钱吃阳春面的租客就这样，真的是这种神奇的政策。房东狂涨房租的真正原因曝光，全台租金公开就租金实价登录将让房客付出更多的代价。你知道你家旁边租金多少吗？你知道现在其实查得到了吗？先说结论，现在租金就跟实价登录一样，房东可以查自己有没有租的太便宜如果有当然是涨一波对不对？换租客的时候涨一波，或是比较凶的就是租到一半你就跟他传赖跟他说要涨房。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也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全台最难买的10大地区，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为什么房东敢狂涨房租今天来聊一个我所看到的新闻来，这个标题我念一下。房东告知年底房租涨25%，他苦恼问要不要干脆买房，网建议存到头期就可以冲了。简单讲一下这新闻就是原 po 现在在三峡租房子，然后通勤到台北上班。那原本房东给他们的租金是2万块含车位，然后现在房东说年底要直接涨到25000块含车位这样，所以原 po 就崩溃了。我问说一次涨1/4合理吗？然后考虑是不是要买房子比较划算先说结论我认为买房子比较划算，因为这个原 po 他是三峡通勤到台北上班的嘛，然后他又是开车族，所以他其实可以去买别边的房子，只是因为他月收入只有6万块，所以他势必要找不是那么好的房子嘛。那就是他不要去看那种1500万以上的房子，不然他贷起来会很有压力那大概就是找1000万以上下的房子就可以。所以你要知道全台租金公开之后会怎样那我今天要聊的不是什么房东涨房租赶房客这种新闻这太常见了我今天要跟你聊的是内政部公开全台租金这件事情已经是现在进行时，已经发生了。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还看到有一些人在讲说之后内政部租金实价登录全台房租没有，已经公布了已经公布了，他只是没有就是大张旗鼓的告诉你说开记者会什么都没有啊，其实已经公布了。新闻念给你租贵了吗？内政部揭露全台租金行情，这是2024 8月30号的新闻所以已经公布了这个是现在进行时那你现在去内政部的不动产交易实价查询服务网，就我们在查内政部实价登录的那个已经查到了它现在有分预售，然后中古跟那个租金我刚才随便查一下查那个左营查左营，查好玩的，查左营你看照顾一下 Podcast 的听众我念一下。你等一下你开车危险你就不要查，你这个想到的时候你直接手机来查这个内政部实价登录。它现在上面真的分3个页签买卖查询、租赁查询、预售屋查询租赁都有了，都上了。然后我随便讲写得蛮清楚的我讲这个查出来的表的第一个，好来，左营区文川路232号3楼，租金的总价一个月是18000元然后订约日期是113年7月20号，他写单价多少钱一坪，他写684，总面积26.26坪，形态是大楼整户，然后屋龄10年它的楼别跟楼高分为是3层15层，就是15楼大楼的3楼，主要用途住家用。租赁标的土一、建一、车零就没车位，土地跟那个建物。然后如果你有车位的话，车位有写1的，他也会写他写车位租赁总价是写2000，就是车位1个月租2000的意思。你看写的这么清晰呢？我在查一个
我看一下有没有比较特别啊？来，有一个比较具代表性哈，我念给你听：左营区文玉路175号，租金23000，然后签订合约是113年7月19号，单价它就没有写哦。总面积23.27平，好，建物的形态是透天，透天的实价登录也上啊。我说那个租金实价登录哈，屋龄45，全2层这样哦。对，你透天好，然后那个透天都上了，公寓应该也有上好，然后车位也有被记上去，租金实价登录现在进行式写的真是蛮清楚的，门牌号码全部揭露，坪数、屋龄、租多少钱、什么时候签约的都把它写出来，车位也额外写出来。所以各位房东们，你去看你家附近好的那个租金实价登录哦，然后可以涨房租了。之前你还要掰理由，对不对？通货膨胀，政府涨水电，现在不用，你就拿这个资料哦，然后去跟租客说，你看这附近是多少啊？我已经租便宜你很久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回归行情价。如果你的房子是带有小装潢的哦，更好讲，对不对？你看旁边没装潢的，租的已经比我还贵了，所以我这次要怎样，要涨多少？就跟大家现在看实价登录来评估自己房子可以卖多少钱一样哦。那现在就是直接来看租金实价登录来设定租金。最后你要知道，未来的租金涨幅会更加猛烈。我会看先猜啊，那个租金未来会继续往上叠高。就你看到隔壁今年12000租出去，你下次换约你喊9000开始哦，不是啊，你就13000开始喊啊，不是这样吗？怎么可能只租12000甚至比它低？所以这个房租的未来涨幅势不可挡，尤其是现在房子这么贵，自产房地产的持有成本的剧烈上升，门槛变高，所以本来房租就会上涨了。那现在又碰到这个政府的助攻，政府你怎么会在这个时间点来公布呢？如果我是政府的话，我就会挑房地产在冷盘的时候公布。你在房地产最大热的时候弄了一个可以涨租金的，这不是很奇怪？逼现在发现自己租便宜，然后面对要涨租的人，那个理由是房东跟他说：“现在租金实价登录出来，我租便宜，我要涨价。”然后他看一看，哇，我要买房子，然后他要买房子，哇啊，中古被限贷。然后呢，哇，那我去买预售未来价，这不是很奇怪吗？那房东涨起来用租金实价登录，这个叫没有压力，这叫政府背书，对不对？以前你要收高的房租，那人家就凭什么？现在没有啊，行情就在这里啊。我相信有绝大多数的房东都是低于的，一定低于。为什么？那个老爸爸、老妈妈在租就这样嘛，我爸我妈也是嘛。那个租客租多久就是那个价钱，都不涨房租的啊，反正就这样啊。然后换人接手以后，或换下一个租客的时候，一次给他涨租那这些还在跑租约的便宜房租都还没有上实登呢。等到他们上实登之后，是不是会很精彩？所以还没有上车的，我劝你赶快上车吧，买房子吧那趁现在政府对首购族还是把首购族当做这个保育类动物在保护的时候很友善趁现在房价你还够得上的时候。你要上车，你上车啊，不然5年、10年以后，付房租都会很有压力。以前能够租3房的租金，只剩租2房，买房自住的这个头期款就必须要存得更久。那你存得更久，房价还在涨，你就更难跟上这个房子了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讲为什么房东敢狂涨房租那我先跟你分享了一个新闻，就是网友说房东要直接涨他房租1/4啦然后他正在考虑要不要干脆买房子算了那我的建议是能买就赶快买衡量自己能力能上车赶快上车。这个就很明显他是因为涨房租被赶走，所以他想买房。如果他买房子就是自住他当然可以用新青安，也就是说新青安首购它是那个效率最强的就是快车道中的快车道新青安所以他可以用新青安，能买就买了吧。现在内政部公开了全台的租金数据，我猜啦，这个就是那个有报租补实价登录这样登上去的好，那未来这个租金的涨幅，房东不太需要再找理由来涨房租了只要给你看目前的行情是多少，就可以直接跟着行情一起来。然后隔壁的房东看你涨租，下一次签约的时候，他又会再把租金抬高，所以未来的房租只会不断垫高而已那我的建议是。你现在如果还能上首购的车，那你就赶快上车，不然未来可能会连付房租都会变得很吃力。我这样讲有没有很中肯？对不对？我这样讲还是要先解决自住需求为前提啊。那么讲我炒房，对啊，我说要大家赶快买房子，能上车赶快上车不然你去付租金，你付5年、10年，你去做虚拟货币这样有比较好对。
我先告诉你3个东西哈。第一，我的付费会员频道1个月月付250，好，这个欢迎加入哈，直接抄我做的房地产作业就好了，这不香吗？哦，你自己去看会员影片的封面，讲的议题啊，都比平常的影片猛上好几节。好，那会员的问题哈，我也会认真回答啊，不是会员我就简单回答，这拍谁？这没办法，这个问题实在太多了。好啦，第二个，自产高雄。好，买房阿元观众专用赖，这个是我长期配合的房仲店，台湾房屋美术执行店，这个不赘述了，以前的片尾都讲过，反正已经有超过2000位观众加他们，也超过50几位观众跟他们买高雄低总价自产的房子，你也可以加他们，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自产用的房子，好，那他们的赖 ID 是小老鼠勾勾勾勾勾5个勾，小老鼠勾勾勾勾勾。啊，第3个自产台北新北买房阿元观众专用赖，刚刚讲高雄的嘛，现在台北新北的专用赖，如果你是钟情于台北市、新北市房地产的朋友，那你就加这个赖，这个是我台北市房地产的前辈，当然啦，台北市的本金门槛就很高哦，你自备要超过500万，这个就是常态，那你就自己加入以后跟助理去描述你的需求吧，他的赖 ID 是小老鼠掰台北BUYTAIPEI，小老鼠买台北，这样讲八卦。租金实价登录这件事啊，我支持完全支持，因为好像文明国家其实都有这个，因为对我们来说没有关系对我们的流派来说，我们都不需要去改变调整现在的做法，我们照做就好，而且我们能获得好处，那我当然支持啊。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说就是这跟我们这一票人的操作的方式有关。我先说，做个好房东，我们不是嘴巴讲待会你会看到照片就是我们买了以后会怎样放出，我们是没有要到动装这个等级，但我们会把房子整理好、整理漂亮，我们才出租软装都用好。我们的目标是什么？筛选租客，拉高租金，因为你租的比较贵就是比较有实力的人来，而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人，然后8+9就是只要便宜就好了，那个租客就会有问题那我们这样子收比较贵的租，反而都是稳定的。即使是一个小三来租，一个做8大小三，他的金主，他的 Sugar Daddy 都比较有实力嘛，对不对？不然他去租学生套房，叫他去住嘛。那这个目前这个租金实价登录行情猜都不用猜就是很一般的出租，就人家搬走他打扫他就出租了他都没有像我们一样去做美化或是去拉高租金的事情，那就会变成说我的租金一定会高于行情，因为我的前辈刚整理完一间学生套房po 给你看，来你看你看这个厕所改成这样，对不对？这个你说灰灰脏脏，这是风格在做实验我们是风格在做实验，但是至少比那个很阳春，你看起来东西都脏脏旧旧恶心的还要好吧？然后你再看这个房间是不是漂亮很多？那个灯光也有打，然后还摆了一幅画这样。然后再来你看这个软装都有讲究，地板也都重弄了家具家饰也都上了。那你看多少学生套房，一个床垫就放在那里那床包什么的也都不管你那你再看这一张这至少你打开这个落地窗，这个纱帘，那看起来就舒服嘛，对不对？我要是有生女儿我也会叫我女儿租这个比较好。那个阳春学生套房就算了多付一点就付，这没关系。这学生套房呢？你看是不是跟你印象中的学生套房是差很多的？我们都住过学生套房我们这样子做当然有花钱但是我们就可以拉高租金那拉高租金依然有人抢着要租，真的我很肯定。为什么？因为学生套房就是都长怎样，都长这种鸟样子，就长这样这还叫干净的学生套房，对吧？房东都很混他都比这个还脏还烂那对比一下我刚刚 po 的这一间，假设你是女孩子，你要租哪一间，对不对？所以我们拉高租金它又可以筛选出更有实力的租客，它更长期更稳定。我跟你讲现在人就是这样，愿意花钱去享受。很明显的，这也不用我再提了，现在消费的行为都变。以前像我们爸妈那一辈，什么都是最便宜的，现在没有现在要美感现在要质感现在人是愿意花钱去享受的享受。那这个每天都要住的东西，他们愿意花，真的愿意花他们会排队来住，因为他们在市场中他们根本找不到找不到这种东西，都是逼着他去接受便宜的阳春套房，他就不要嘛他做一个便宜套房要花钱帮房东改造，他自己又不喜欢嘛就这样这个租得出去，而且租金可以很漂亮那为什么我说租金实价登录我们这一票人都管他的因为要是有人真的拿这个租金实价登附近的租金来跟我杀租金，
我怎样，我不要理他就好了，对不对？对我们来说，我们没有差，我们租给愿意租的人就好。好，那真的给他实登上去之后，租金还会涨价，为什么？我不是我这边涨，而是整体都会涨，附近都会涨。因为一般都不整理房子的房东嘛，他看到租金在涨，他也会涨啊，对不对？哎呦，附近已经变成这样，他没有想到的是，我们花钱整理弄漂亮他只是连打扫都没有，他就在租可是他会涨价，可以涨干嘛不涨他会涨价，他一涨价有个对比，我们又能够顺势租得更高，完全合法，对不对？也没有观感问题，我们是观感更好才对吧？人家租客付租金给我们，这个某个层面来看，这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不是吗？那为什么要克扣人家？你就给人家你自己能力范围内的好东西嘛。漂亮的房子，人家愿意付更高的租金，也住得开开心心，长期稳定，这样他好你也好，这样不是很好吗？对啊，所以这个政策上其实是爽到整理都不整理的懒惰房东。我们不会说他烂房东，我们说他懒惰房东。这倒是不影响我们这种好好去花钱去整理的房东。等到那个懒惰的房东他们都涨了，我们自然可以开得更高。全部这个局面里面，只有一种人受到伤害就是租到懒惰房东的租客，对不对？租到漂亮房子的租客，他没有差，他也觉得实价登录它是比较贵，比较贵就比较贵，但是他东西比较好。那个懒惰房东的鸟房子，那个租客他就被逼着要吞下更高的租金，就这样。所以租金实价登录将导致长期的租金上涨但不会影响花钱整理的房东，就我们这种受害者还是那个被逼着花很贵的钱吃阳春面的租客就这样，真的是这种神奇的政策。但你说租金这东西不实价登录，好像也没有道理，对不对？我的建议是什么？附上照片来让这个市场更公平一点。你要让人家看到至少长什么样子嘛。你就一个地址，然后就这样里面屋况你绝口不提呢，这个公平吗？我想到一个八卦就我今天贴的那个新闻，不是讲到三峡三峡，我也看先猜北大特区三峡北大特区，我跟你讲，我们家有去看当初就有去看我跟你讲，三峡北大特区经历过鬼城的年代真的就是远雄那边毛起来盖，然后人口什么都不知道，就一个恩主公医院，然后跟那个大学那房子都不知道租给谁。我告诉你为什么，那都新的我们家为什么没买？我们那时候买不是也赚很多钱，这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就真的有去看附近在出租的房子三峡北大特区不是现在三峡北大特区，是以前的北大特区刚好的时候，真的那10几年前的事情。我们去看新房子都盖好了然后那时候最爱讲叫点灯率，就没有人嘛，就没有灯，晚上就没有人开灯嘛很扯就是什么，你家住12楼，好，你下班开车回家然后12楼按电梯到回家，你隔天早上上班的时候那台电梯还在12楼等你呢，就没有其他租客这样爽。为什么我们没有去买新房子，然后也蛮便宜的那个时候？因为租金整个很拉垮。新房子正3房2厅还有停车位新房子3房2厅还有停车位，只能租8000块，还要含管理费。干，为什么会那么便宜就没有人租嘛就那个北大特区的学生在看而已那些学生在看那8000块他们会怎样？他们会找人一起来住这个3房2厅。比较有年纪的观众出社会10年的北大的学生说不定你都经历过这个时候，因为我同学跟我讲的，就他们去租那个3房2厅。我跟你讲，学生哪知道3房2厅学生就知道有一间房间里面自己有厕所，好，这叫主卧有2间没有，要到外面上厕所OK， 好，这叫雅房。他哪有那么主卧雅房的概念？学生说哇8000块是好，那我们3个比较好，我们凑一凑。那你跟你女朋友住主卧，你比较大间自己有厕所，那你要多付一点，这样不错这样我们又有客厅又有厨房，我们就可以开趴了。然后我们都没有汽车，没关系那我们就拿来停摩托车，对不对租3个人3台Autobike这样摆，就摆在那个汽车停车格那时候也不管，好像也不错，对不对？真的很不错。可是以自产的角度来看，哇，你这个新房子租金的生产力怎么那么废，导致我们不敢买。就这样，聪明反被聪明误，对不对？那时候想说买下去只能租8000，那还要含管理费，然后学生还能跟你靠背说要有第4台要什么，然后被搞你让他补补了心不甘情不愿的。聪明反被聪明误，我们就是太会算了我们看一看，这个生产租金的能力不行就不行就不买那反而是当初就勇敢进场放生出租的8000就8000学生还不错，帮我顾房子怎样的反而他们都我讲这个干嘛？就是想到就这样，反正租金
实价登录租金会涨，好，这就是结论哦。那不影响我们这个会认真整理房子来出租的房东们哦，就这样。